据观察者网1月11日的消息称，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总统一直都有权决定是否发射核武器。但在1月6日国会发生骚乱之后，公众开始担心是否某天会有一位不靠谱的三军统帅会在下台前的最后一刻发动战争，甚至使用核武器。为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核武管控组织基金会的主席现在开始联合呼吁改革美国核武政策。主要变动的内容有3点：其一，将决策权由总统一人改为总统及多名经过挑选的议员；其二，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三，退役美军现役陆基发射警示弹道导弹。据了解，其实在美国拥有核武器之后，当时并不是就任美国总统就有一键启动核武器的权利，那时候的军方也有，只是后续时任总统的杜鲁门在目睹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之后，决定不再使用原子弹。至此，杜鲁门开创了一人控制核武器的危险先例，使得原子弹成为了总统的武器。有利也就有弊，当原子弹成为了总统的武器后，那就凸显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即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压力下，有哪位总统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这万一要是一场虚惊呢？而且现任总统精神老是不稳定，那怎么办？要知道，总统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所以目前美国核战略不仅仅是过时的，而且非常危险。如果此次承诺不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法案通过，将有效地降低误判导弹核战争的可能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氛围也将变得不那么紧张。然而，美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话可信吗？还是说美国这是来真的呢？准备向中国看齐？分析认为，此次有2位重量级人物在推动这一核战略，说明美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想要国与国之间更加的和平。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一法案绝不可能会通过。美国军方近几年里明显的增加了对核力量的投入和建设，更换核弹头，研发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为美国海军更换弹道导弹，为空军更新新型战略轰炸机，并配备低当量战术核弹头等。而且，就算是美国确定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有俄罗斯专家认为，如果美国人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这不仅不会降低核战的风险，反而会增加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因为这表明，如果美国的重大利益或盟国的重大利益受到损害时，美国依旧不会使用核武器。还有最后1周左右的时间就要离任。最近这几天，美国国务院一连宣布了3个涉台重要决定。首先，召开美军正对话视频会议；其次，计划派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台。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紧急宣布取消与台之间的所有官方交往限制。美国一口气打出3大棒，我们又如何应对？有多个分析人士认为，蓬佩奥突然宣布解除限制，可能是为自己的访台铺路，甚至不能排除特朗普访台的可能。特朗普这最后一波操作将会在台海掀起巨变，我们应该做好3大准备。首先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并且有相应预案，同时也应该注意舆论导向。其次，不要被美国牵着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节奏，在有些方面更应该主动出击。最后，做好战斗准备，如果他们越了底线，冲突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与此同时，也是给中国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突然开了一扇门。对此，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表示，在1月20号前是在台海斗争中塑造新的战略杠杆的宝贵窗口期。目前的特朗普说是众叛亲离都不为过，尤其是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更是让特朗普成为美国社会集火批判的靶标，几乎社会性死亡。而且核按钮也被架空，还面临着众议院的弹劾，而继任者拜登还未正式接手，还是2眼一摸黑，而且冲击国会的事件影响还在持续。在20号正式交接那天，美国可能又要爆发全美暴力抗议事件，美国上下都在整装以待。当前美国的焦点在国内群龙无首，而从法律上来讲，1月20号之前，特朗普仍然有权调动军队，有权对外宣布开战，这些风险仍然还存在。我们做好战斗准备还不够，采取的具体措施可以这样推演：首先，在海峡和中央山脉以西设立禁飞区，军机升空一概击落，而民航和专机不能保障安全，我军机出动快速进入对岸上空，然后在周边海域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划定演习区域，阻止外国军舰军机靠近。
着眼于澎湖列岛、东沙群岛、太平岛等两栖登陆，同时宣布对高雄东南航线和基隆西北航线停航，而停在三亚港口的山东舰战斗群去西太巡航，阻止美国航母靠近。当然，这还只是很浅显的沙盘推演，只要解放军下定决心瓮中捉鳖，包括美国也不敢插手。在过去75年时间，美国总统都拥有发射核武器的决策权，不用通过军方就能进行任何核打击。而在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后，外界都在担心特朗普是否会挑起战争，甚至按下核按钮。最近，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和核武管控组织离投基金会主席汤姆·克里纳联合刊文指出，过去每一位总统旅行都带着被称为核足球的公文包，可以让总统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发射数百枚核武器。但是谁能保证总统会在紧迫的时间内做出明智决定呢？如果是虚惊一场呢？如果总统精神不稳定呢？现在任何人目睹国会骚乱后都会觉得现任总统精神错乱了。直到现在，美国还没有放弃最后一搏的努力。最近，蓬佩奥和特朗普更是接连宣布3个重要涉台决定，这会造成局势骤然巨变，我们也需要做好准备应对一个手握核武器按钮的疯狂总统。汉和防务评论的发行人平可夫发表评论表示，解放军已经在位于山东火箭军基地部署东风26。他指出，之所以在这部署，这是为了对抗日本导弹防御系统美日联合开发的海基型拦截导弹 SM-3 Block 2A。在之前，该导弹曾成功拦截美国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实验，而部署在青州火箭军基地的东风26可能是对日本横须贺美军基地形成震慑。但根据东风26的射程解读，其用意可不止一个。据悉，东风26射程达到3000到4000公里左右。而在去年8月份，解放军分别从中国内陆深处的青海和东部沿海的浙江发射东风26和东风21导弹，2枚导弹都击中了南沙群岛附近的高速行驶的靶船。一旦台海局势有变，如果真的走到冲突那一步，我们能够提前通过陆基平台发射东风26，对机场等设施进行毁灭性第一波打击。同时，就近对美军关岛基地投掷东风26，阻止美军快速反应。虽然我们弹道导弹不止东风26一款，但是东风21D 和东风26都能打击海上移动船只，被称为航母杀手。这个用意只有美国懂，因为南沙群岛打击靶船时就在美舰活动区域附近。前空军大校王相穗教授曾透露，当时发射不久后，驻日内瓦的美军官曾向我们表达抗议，称如果导弹击中了美国航母怎么办？那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话说回来，一个手握核武器按钮的疯狂总统固然可怕，先不论他敢不敢，相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